本集是由 EIP 贊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虽然前陣子 Apple 一口氣推出了這麼多款新產品，但大家的焦點好像都停留在全新的 MacBook Neo 身上。這一台同一時間推出的 iPad Air， 感覺完全沒有什麼人在意啊。最大的原因呢，當然是因為它看起來就是單純的例行性更新嘛。那從外觀上來看呢，跟上一代的 M3 的 iPad Air 相比，幾乎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啊。哦，好，所以是哪一台？這一台嗎？對。好啦，認真說，從外觀上來看啊，幾乎跟上一代的 M3 iPad Air 幾乎長得一模一樣，螢幕還是維持60Hz 的 LCD， 沒有給 ProMotion， 也沒有給 Face ID， 所以還是得乖乖抬起手來才可以用側邊的 Touch ID 解鎖。那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什麼都沒有變，但其實 Apple 這次給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升級。這次的 iPad Air 呢，不只是換上了 M4 的晶片，更重要的是它這一次竟然標配了 12GB 的記憶體，而且還加量不加價，維持着2萬塊以下的售價。以現在記憶體狂漲的情況來說，完全可以感受到 Tim Cook 不想退休的誠意啊。Thank you very much。那對有在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人來說呢？或是平常習慣開多視窗工作，或是做輕度剪輯的使用者來說，這個 12GB 的記憶體升級絕對可以是讓這一台 iPad 可以多用幾年的重要關鍵。所以這支影片呢，我會透過一系列的實測數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最常被問到的2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拿的是舊的 iPad Air， 到底需不需要升級呢？那第二就是不少人在糾結的，如果今年要換 iPad 的話，到底該選 M4 的 iPad Air， 還是直接上到 M5 的 iPad Pro 呢？好，今天內容有點長，我一樣幫大家分好章節了，想看哪裡就直接跳轉啦。那如果你最近剛好在猶豫要買哪一台 iPad， 這一集看完應該會對你有幫助。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為了照顧第一次買 iPad 的朋友，我們先花個1分鐘，快速帶過這一台 M4 iPad Air 的基本配置。這一次呢，一樣有11寸跟13寸2種大小可以選擇。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糾結在到底該買大的還是要買小的比較好呢？那我會這樣區分：如果你主要放在桌子上接鍵盤使用的人，或是常常需要拿來畫畫，那13寸用起來真的是舒服很多。那如果你常常拿在手裡頭看漫畫、玩遊戲，或是喜歡帶出門使用的話，那11寸的重量跟大小絕對會更適合你。那螢幕亮度的部分呢，11寸是500尼特，那13寸稍微亮一點，來到600尼特。簡單來說，就是當你坐在窗邊或是太陽底下的時候，13寸的畫面會稍微清楚一點點。但如果你在室內使用的話，其實感覺不太出來。那這個100尼特的差異其實不算大，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用螢幕亮度這一點來決定你要買大台的還是買小台的。那買大還是買小這件事情呢，主要還是前面說的，你平常使用的時候呢，是接鍵盤比較多，還是拿在手上比較多來決定。那 iPad 的鍵盤只能選蘋果原廠的嗎？當然不是，這一款 EIP 呢才是 CP 值最高的選擇。買個 iPad 還要花1萬買鍵盤，口袋快破洞了嗎 ？EIP 現在推出 HyperKeys iPad 自定義巧控鍵盤，給你輕巧、聰明、客製化的實惠選擇。先開就連線，搭配懸浮設計，再加上全新可整塊按壓的靈敏觸控板，讓你隨時隨地都能自由工作。最酷的是 HyperKeys 還首創加入 App 聯動自定義快速鍵，連上專屬 App 就能設定各種功能，支援3大筆記繪圖 App， 不止切換工具更方便，插入圖片、開始錄音也更簡單。你說用不到，那就把它們還給常用功能鍵，切換曲目、快速截圖、顯示多工，各種功能都能隨你設定，還能存入4組設定檔，在不同 App 隨意切換。其他像鍵盤背光顏色、背光亮度、休眠時間，也都能從 App 調整。iPad 鍵盤客製化就該如此簡單，加上側邊自帶筆槽的磁吸扣帶，輕輕一彈就能讓 Apple Pencil 躲在後面，收回就繫在側邊充電，出門固定不發掉。藍牙連線，功能自定。Pencil 收納全部一次包辦，只要不到原廠1/3的價錢，就能有更方便的鍵盤體驗。現在就立刻用蘋果迷的專屬優惠碼，讓 EIP 提升你的 iPad 工作體驗吧。再來 M4 iPad Air 的前後鏡頭都是1200萬像素，沒有升級。前鏡頭呢一樣是在長邊的正中間，橫放視訊的時候，眼神就是直視正前方的，感覺會比較有禮貌。那喇叭的部分一樣維持橫向的立體聲，那實際的聽感沒有改變，拿來追劇或是遊戲的話，聲音表現也都是穩定的發揮。那最後底部的 USB 孔也沒有變，規格還是 USB 3.1 Gen 2， 那給你10Gbps 的速度，日常使用不會有問題。剛剛說的這些規格呢，跟上一代 M3 的 iPad Air 幾乎一模一樣，但這一次 iPad Air 最大的升級，也是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內在。那首先它的晶片從 M3 升級到了 M4， 再來連線的規格也偷偷升級到了 WiFi 7跟藍牙6。但最誇張的也是這一次最核心的亮點，就是它的記憶體，竟然從上一代的 8GB 直接標配到了 12GB 啊！大家知道嗎？去年的 M4 iPad Pro 最便宜的是35000塊，也只有給你8GB 的記憶體而已。
不過硬體的升級再大都不會是敗家的好理由，我們還是要從實際的使用需求再來決定看到底該不該入手。所以第一個大家最常問的問題呢，就是如果你拿的是舊款的 iPad， 到底需不需要升級？我先說結論，如果你現在用的是比 M1 更早之前的機型，像是第9代或是第10代這種 A 系列晶片的 iPad， 那不用懷疑，這一次的 M4 加上 12GB 的記憶體，絕對會讓你有那一種直接跳一個世代的升級爽感。但如果你拿的是 M1 的 iPad Air， 哪一台我不知道，沒關係，從2022年到現在也差不多快4年了吧。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如果你平常是拿它來滑滑筆記、看看 Netflix 追劇，或是查查資料而已，那請先忍住，只要電池還可以夠用，那再撐個幾年絕對不會是什麼問題。但是如果你平常會用它來工作，像是剪片啦、修圖啦、畫畫啦，或是想要更順暢的使用更多 AI 的功能的話，那這一次升級 M4 的话會非常有感。那我實際拿了 M1 來做比對，最明顯的升級有2個。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M4 的 CPU 效能提升非常明顯，尤其是多核心的效能幾乎已經是 M1 的2倍了。這代表你在跑一些比較吃效能 App 的時候，處理速度會快很多。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強調的 12GB 的記憶體，這個在日常使用上呢，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多工處理的穩定性。比如說我們現在開着很多個 Safari 的分頁，然後開啟很多 App 來查資料、做筆記的時候，有了 12GB RAM 的幫忙呢，在切換不同 App 的時候，就比較不會碰到重新載入的問題，可以幫你省下很多時間。那如果你平常有在玩像原神這種很吃系統資源的遊戲，或是玩有資源光線追蹤的3A 大作，像是惡靈古堡這一種，那換上 M4 的晶片絕對會非常有感，它的 GPU 效能比 M1 提升了50%以上。那我們特別用 SolarBake 跑了光線追蹤的極限壓力測試。那 M1 呢，因為沒有支援硬體加速光線追蹤，在面對連續的高壓運算之後 FPS 最高只有35張啊，那最低則是掉到12張，可以說是不可玩的狀態。那 M4 呢，因為有了硬體光追，在同樣嚴苛的測試底下，就可以維持相對穩定的表現。所以對於喜歡拿 iPad 來玩遊戲的人來說，這個體驗差異是真的蠻明顯的。那更重要的是，從 M1 換到 M4， 你的升級不是只有效能而已。這幾年 iPad Air 陸續補齊的實用功能，這次也全部都可以享受到。像是你的前鏡頭終於移到了橫向的長邊正中間，視訊的時候終於不會看起來像是斜眼看人了。還有儲存空間呢，最基本就是 128GB 起跳。當初 M1 那個少的可憐 64GB， 現在應該連 App 都沒有辦法裝了。再來就是配件的升級，從 M1 換到 M4， 你終於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Pro 了，有雙指按壓、側轉跟懸浮的功能，不管是畫圖還是做筆記，都會方便非常多。那如果搭配新款的巧控鍵盤呢，上面也多了一整排的快捷功能鍵，還有更大的觸控板，操作起來更像一台真正的筆電。所以對於 M1 或是 M1 之前的使用者來說，那這一次的升級絕對會是你這幾年來最完美而且体驗最完整的一次。好，推坑完 M1 的朋友呢，接下來我要來吃一下豆沙包啦。如果你手上拿的是前2代的 M2 或是 M3 晶片的 iPad Air， 正在猶豫這次要不要換 M4， 那我會直接告訴你，不用，這是真的不需要換。涼掉了。確實，這次 M4 的效能比 M3 提升了大概20%左右，不管是 CPU 還是 GPU 都一樣快了很多。但這個升級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感受得到嗎？老實說 ，Apple 的晶片早就已經效能過剩了。你拿 M2 或是 M3 還是 M4 來開網頁、滑社群、做筆記，那個開啟速度的差距可能只有0.幾秒，基本上根本感覺不出太多的差別。那你可能會想說，如果是拿來做重度的工作，像是剪影片 ，M4 總是該有一點差距了吧？這個就是最現實的地方了。經過我們的實測，如果你今天是跟我們一樣，都是輸出專業的 ProRes 檔案的話，那 M4 確實可以省快2分鐘。但是大多數會買 iPad Air 的人，在日常剪輯 Vlog 輸出的時候，其實都是用一般常見的 H.264 格式。那在同樣的情況下呢 ，M4 也是比 M3 快了35秒而已。也就是說，除非你是專業的影像工作者，不然 M4 那些賬面上面超狂的效能提升，在你常用的使用情境下，根本感覺不出來差別。而且雖然 M2 或是 M3 只有 8GB 的記憶體，但你真的要為了多這 4GB 的 RAM 去重新花2萬塊換一台外觀一模一樣的機子嗎？我覺得是非常不划算的選擇。所以 M2 跟 M3 的使用者呢，請把這筆錢省下來。這2台 iPad 在整體效能，就算放到現在還是非常夠用的，絕對可以讓你穩穩再多用個幾年沒有問題。好，那另外一個大家會糾結的地方，就是如果今年要買 iPad 的話，到底是要選最新的 M4 的 iPad Air， 還是乾脆直接上 M5 的 iPad Pro 呢？說實話，這2台的價差差了13000，根本是一個不同等級的東西。所以如果你預算夠的話，當然直接衝到最新的 M5 iPad Pro 絕對是最爽的。但它真的很貴啊，配件再加上去都可以買 MacBook Pro 了，所以真的不太划算。我個人非常不建議這樣選。但如果你真的對 iPad Pro 那一塊 OLED 的螢幕情有獨鍾的話，那我會建議你考慮上一代的 M4 的 iPad Pro。那我查了一下，目前市面上 M4 iPad Pro 的福利機大概是在27000、28000左右。雖然這個比基礎款的 iPad Air 19900來比還貴了8000塊左右，但因為 iPad Pro 本身就是256GB 起跳，
所以如果拿 256GB 的 iPad Air 來相比的話，那兩邊的價差其實是縮小到大概4000塊左右而已。雖然這兩台都是 M4 的晶片，但上一代的 M4 的 iPad Pro 是9核心的 CPU 跟10核心的 GPU， 那最新的 M4 的 iPad Air 呢，是有被 Tim Cook 砍一刀的8核心 CPU 跟9核心的 GPU。不過這少掉一顆的 CPU 核心呢，其實對效能沒有太大的影響。經過我們的實測，這兩台機器在 CPU 的表現上面，不管是單核還是多核，它的差距都非常小，都是在誤差範圍以內。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Apple 這一次在 iPad Air 上面砍掉的是負責輕度運算的節能核心，那至於真正用來處理重度工作的效能核心呢，兩台都一樣是給到3顆，所以你在同時看很多視窗工作或是在剪片的時候，你不會感覺 Air 有比較慢。那真正有感的差距是 GPU。我们用測試光追的 SolarBay 來跑壓力測試，你可以看到 M4 的 iPad Pro 的平均表現比同樣是 M4 的 iPad Air 高出了將近18%。簡單來說，就是你在玩那一種畫質全開的3A 遊戲，或是處理比較複雜的影片轉檔的時候，畫面會比較穩定，比較不容易遇到畫面卡頓或是掉 FPS 的情況。更不用說 iPad Pro 還有那一塊 120Hz ProMotion OLED 的螢幕，那個使用上的流暢感，還有極致的對比跟亮度，真的是 iPad Air 那一塊60Hz 的 LCD 完全沒有辦法比的。再加上 Pro 本身還有4聲道的喇叭跟更好的 Face ID， 不管你是看影片的爽度還是解鎖的方便性， iPad Pro 都是目前最頂級的存在。不過這一代最新的 iPad Air 還是有它的優勢，就是我們一直提到的 12GB 的 RAM。你要知道，上一代的 iPad Pro 除非你買到超貴的 1TB 版本，它才會給你 16GB 的 RAM 嘛，不然一般版本呢，通通只有 8GB 的記憶體。所以這次蘋果加量不加價，給 iPad Air 12GB 的記憶體，真的是非常划算。好，所以結論很簡單，如果你買 iPad 是為了看影片、打遊戲，追求極致的流暢跟音效，那選擇上一代的 M4 iPad Pro 絕對是最划算的選擇。但如果你是對 120Hz 的螢幕沒有特別的感覺，那你可以把這幾千塊省下來，去買19900的 M4 iPad Air。2萬塊有找的價格，買到 M4 的晶片，還有 12GB 的記憶體，絕對夠你穩穩用好幾年沒有問題。好了，聊了這麼多，我們最後來做一個簡單的總結。第一，如果你現在手上拿的是 M2 或是 M3 晶片的 iPad Air， 那就把錢省下來。你現在的機器呢，還夠你多用個1-2年。但如果你拿的是 M1 或是更早之前的老 iPad 的話，那這一次 M4 加 12GB 的記憶體，加量不加價的組合，體質非常好，絕對值得你入手。好，第二，到底是該買 iPad Pro 還是 iPad Air 呢？很簡單，如果你買 iPad 是主要拿來追劇、玩遊戲、追求熒幕的爽度跟音效的話，那就買 M4 的 iPad Pro， 這個是目前最划算的選擇。但如果你對熒幕沒有特別的要求，買 iPad 是用來做筆記、輕度文書，或是簡單畫個畫，單純想要一台可以穩穩用很久的 iPad， 那這一台不到2萬塊的 M4 iPad Air 絕對會是你最好的選擇。買東西就是這樣，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才可以買到最適合自己的產品。好啦，那看完今天的影片，你覺得這一次 M4 iPad Air 有誠意嗎？如果是你會買 Air 還是 Pro 呢？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那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可以的話再熱推一下就更棒啦。這裡是 Apple Fans， 我是威力，我們下次見咯，拜拜。好，推坑完 M1 的朋友，接下來我的豆沙包呢？那再來，連線規格也偷偷升級到了 Wi-Fi 7跟藍牙6，就這樣可以嗎？剛剛那樣子念會不會很奇怪？Wi-Fi 7跟藍牙6，真的有人這樣念嗎？